各位汇点生活的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安心。今天要帮大家算一笔关系到您后半辈子生活品质的大钱，您的劳保退休金。请问您今年多大年纪？不管您现在几岁，只要还在缴劳保，今天的内容就一定要听清楚。您想过吗？每个月扣了大半辈子的劳保费，退休时到底能拿回多少？是月月领还是一次领？如果您选错时间或搞错一个关键动作，可能少领超过100万。100万是什么概念？是和老伴出国玩10几趟的旅游基金，是给孙辈存的教育经费，更是让自己活得有尊严的救命钱。很多人60岁稀里糊涂办了手续，以为赚到了，结果却白白把上百万送给了劳保局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今天我就为您揭开劳保退休金最大的秘密。错误的请领年龄和计算方式，就是隐形的财富杀手。您可能的一次听说，退休金不是想什么时候领就这么简单。老邻居聊天，你一个月领多少？有人2万，有人2万5，明明工资差不多，为什么差这么多？差距往往就出在退休前的最后几年，也就是我称之为黄金5年的关键时期。一个动作做错，少领100多万，真的不是危言耸听。今天李安心就要把这个劳保退休金彻底讲清楚。在进入主题前，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养老钱，请先点击订阅键并开启通知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实用的理财养老知识了。在汇点生活，我们一起把复杂的政策掰开揉碎了讲清楚，让您的晚年生活过得明白又舒坦。如果您正观看这段视频也感同身受，请在留言区输入1。好了，我们转回今天的主题，这个劳保退休金到底是怎么算的呢？很多朋友可能会说，我每个月都在缴，但让我算，我真的算不出来。没错，劳保局的公式确实有点复杂，但它就是我们退休后最稳定的现金流，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压舱石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您可以这样想象，我们缴了一辈子的劳保，就像是养了一只老母鸡，到了退休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决定怎么吃这只鸡。您是选择每个月捡一个蛋，细水长流的吃，这就是月领年金，还是说您想把鸡直接杀了，一顿把它吃完，这就是一次领？这两种吃法差别可太大了。如果您选择月领，也就是最常见的老年年金，那您能领多少钱？主要看3个因素：您的投保年资、您的平均月投保薪资，还有您请领的年龄。这3者就像一个铁三角，决定了您每个月能捡的这个蛋有多大。特别是这个平均月投保薪资，很多人在这里吃大亏。它不是算您整个职业生涯的平均，而是取您加保期间最高的60个月，也就是5年，来作为计算标准。听懂了吗？是最高连续的60个月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您在退休前的这最后几年，因为年纪大了，身体吃不消了，从原来工资高的岗位退下来，去做个清洁工、保安或者去当临时工，工资一下子从4万多掉到基本工资，那您这最后几年的低薪，虽然不会影响那最高的60个月，但如果您选错了清领方式，麻烦就大了。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讲，而年资就更简单了，您缴得越久，领的就越多，每多缴1年，您的年金就会增加 1.55% 左右。所以很多人明明身体还很硬朗，却早早退下来，其实是在跟自己的养老金过不去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只知道埋头工作，对这些计算方式一问三不知，他们觉得反正退休时劳保局会算给我，不会少我的。他们却不知道，劳保局是按规定算，但如果您自己不懂规定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比如在不该一次领的时候选了一次领，或者在最后几年乱调降薪资，那您的钱就会在合法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缩水。在保护自己财产这件事上，没有人能比您自己更上心。实际上，劳保退休金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千家万户的生计，它不是一笔小钱，而是我们在老去之后，即便不工作也能每个月按时入账的工资。
有了这笔稳定的钱，我们就不用看子女的脸色，不用为买菜的钱发愁，心里才踏实。我们的退休生活不是靠幻想撑起来的，它是靠每月准时进来的真金白银来保障的。如果您把请领年龄搞错了，把计算公式搞混了，就等于主动放弃了本该属于您的财富。这其中的关键，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黄金5年。聊到这里，您可能觉得劳保年金主要就是每个月领钱的事，但实际上它的影响是全局性的。很多您天天都在盘算却搞不清楚的养老困惑，背后都可能是对这2个字的误解。一次领还是月领，是对这个年龄数字的误判。到底是60岁领划算，还是65岁领划算？第一，如果您想一次领，最后的黄金5年千万不能乱动，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。很多人觉得反正我老了干不动了，退休前随便找个轻松的工作混日子，工资低点无所谓。但您知道吗？如果您打算一次请领老年给付，那您的计算基础就完全变了。它不看您最高60个月，而是看您退保前最后36个月的平均薪资。我给您举个真实例子，您就明白这里面的坑有多大了。假设有位劳工朋友老陈，年轻时在大公司一直以最高级距45800元投保，辛苦30多年。快60岁时觉得累了，辞职去便利店打工，劳保只保最低的11000元内档。他想，反正快退休了，少缴点保费也好。如果老陈选择一次领，劳保局会拿他最后3年的平均薪资，也就是那可怜的11000元，去乘以他的年资基数。原本他可以领45800元乘45个基数，约等于206万。结果因为最后3年低薪，只能领11000元乘45个基数，约等于不到50万。一来一去，150多万就这么飞走了。您看，这就是典型的因为不懂规则，一个动作做错，少领100多万的真实案例。所以，如果您心里打着一次领的算盘，那退休前的最后3年，甚至最后5年，您千万要守好自己的投保薪资，不能让它掉下来。如果最后3年不得已跑去打工领低薪，这种情况就最好不要一次请领，乖乖的用月领的方式就好。第二，如果您选择月领，什么时候开始领的黄金5年能差出上百万。现在的法定请领年龄从2026年开始已经固定在65岁了，也就是说1962年以后出生的朋友都要满65岁才能领到全额的养老金。但是劳保局很人性化，允许您提前5年，也就是60岁就开始领，也可以延后5年到70岁再领，这就是减额和增额的机制，每提前1年扣 4%， 最多提前5年扣 20%， 每延后1年加 4%， 最多延后5年加 20%。那么问题来了，60岁领打8折和65岁领全额，到底哪个划算？很多人直觉认为，当然是全额好啊，拿得多。但精算师却告诉我们，不一定。这里面有一个盈亏平衡点的概念。假设用最高级距45800元，年资35年来算，60岁提前领月领金额大约是17000元左右，65岁全额领大约是21000元左右。看起来65岁领的每月多，非常诱人，对吧？但是您别忘了，从60岁到65岁这5年，选择提前领的人已经先入袋为安了将近102万17000乘12乘5。那么65岁开始领的人要用那多出来的每月几千块去追这102万的差额，需要追多久？算下来大概要追11到12年，也就是要到76岁或77岁，您领的总金额才会开始超过那个60岁就领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您觉得自己身体硬朗，有信心活到80岁、85岁以上，那您晚点领，总额肯定更高。但如果您身体有些小毛病，或者觉得自己不一定能活过平均寿命，那您60岁提前领反而是更划算、更聪明的选择，因为您拿到的总钱更多，而且早拿到手的钱，算上通货膨胀，购买力其实更强。这就像是一场与寿命的赛跑，选对起跑时间，您才能赢。第三，劳退新制和劳保是2笔钱，60岁就能先领一笔。
很多人会把劳保和劳退搞混，以为都是65岁才能领。其实这里面有个大惊喜，劳退新制，也就是公司每个月另存 6% 到您个人账户的那笔钱，它的请领年龄是60岁。不管劳保的法定年龄怎么变，劳退新制雷打不动，60岁就能拿。这对于50多岁正愁没收入的朋友来说，简直是雪中送炭。既然这个黄金5年这么重要，那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在这上面吃亏呢？对于即将面临退休选择的朋友来说，搞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类人，就更是雪中送炭了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天生就是差不多先生，觉得自己大概齐算算就行，结果却往往在这上面摔大跟头。下面这4类朋友是退休金缩水的高危人群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。第一类，身体状况不太好，或者家族没有长寿基因的人。就像刚才算的那笔账，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活不到平均寿命，那您硬撑着等到65岁甚至70岁领，其实是在给劳保局省钱，给自己找亏吃。早点把钱拿在手里，去改善生活，去治病，去旅游，这比什么都实在。而且早领的钱拿去定存或稳健理财，产生的利息说不定也能补上一些差额。第二类，50岁到55岁还有机会调整最后薪资的人，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正处在所谓的黄金5年的决策期。如果您现在的投保薪资还没到最高级距，比如还停留在3万多，那您还有机会往上拉，因为计算月领看的是最高60个月。如果您从现在开始努力把薪资拉高到45800元，并且持续保满5年，那您退休后的月领金额就会直接上一个台阶。很多人不懂得这个窍门，觉得快退休了，混混日子就好，结果白白错过了拉升平均薪资的最后机会。第3类，打算提前退休或者想换轻松工作的人，这类朋友要特别小心一次领的陷阱。如果您已经打定主意，退休后要把劳保钱一次领出来用，那您在正式退保前的这最后3年，千万要保住您的投保薪资，哪怕您不干那么累的活了，也最好找一份能维持你原本投保薪资的工作，或者通过职业工会等方式，想办法维持住较高的投保级别，千万别因为一时省小钱，最后亏了大钱。第4类，完全不懂劳退自提的人。很多人只知道公司提拨的 6%， 却不知道自己也可以额外再提拨最多 6%。 这就是所谓的自提。自提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强迫储蓄，钱存进你的个人账户，谁也拿不走，而且每年都有投资收益。第二，节税，这笔自提的金额可以从你当年的所得总额中扣除。对于所得税率高的人，这等于是在帮自己存钱的同时，还跟政府拿退税。如果您现在50岁，离退休还有一段黄金时间，赶快去问一下你们公司人资能不能申请自提 6%。 别小看这 6%， 复利滚下来，到你60岁，那可能又是好几十万。退休金不够用的人，到底该怎么通过这黄金5年逆天改命呢？这3个护钱动作必不可少。退休金是我们人生最后一笔大收入，一旦它缩水了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重来。除了调整心态和节省开支，通过了解规则，利用规则来守护自己的权益，对未来的晚年生活至关重要。一个人如果长期对劳保规则糊里糊涂，他的退休金就更容易被无形的吃掉，这会成为推动晚年生活品质下降的隐形推手。更可惜的是，很多即将退休的朋友并不知道自己正站在悬崖边，直到领到第一笔钱才追悔莫及。如果您已经意识到劳保退休金的重要性，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其实只要您掌握了规则，不仅能让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，还能真正的安享晚年。下面这3大护钱动作您一定要牢牢记住，它们就是您退休前最简单、最有效的补救措施。第一动作，查记录，拉行情，守住您的黄金5年平均薪资。说到算退休金，在所有动作里，查投保记录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。
很多人一辈子换了多少工作，保了多少钱，自己根本不记得。您需要去劳保局柜台，或者用自然人凭证、健保卡卡号登录劳保局官网，去查一下您的劳工保险投保薪资明细，看看您过去这几十年的投保记录是不是有低有高。您现在距离退休还有多久？如果您发现过去的投保薪资不高，那从现在开始到退休前的这5年60个月，就是您最后拉升平均值的黄金机会，而最后的黄金5年，就是您给发动机升级的最后机会。它不仅影响深远，而且只要您有心，操作起来完全来得及，可以跟雇主协商，可以透过职业工会加保。总之，想办法让您这最后几年的投保薪资维持在你能力范围内的最高点。第二动作，搞懂请领年龄，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黄金交叉选择。别以为到了60岁就一定要领，也别以为非得熬到65岁。这个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最适合您的答案。您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、资金需求、家庭状况都放进去综合考量。所以千万别听别人说哪个好就选哪个，您要自己算一下那个盈亏平衡点。如果您觉得活过80岁没问题，那就晚点领；如果没信心，早点领落戴为安。如果您现在急需一笔钱周转，或者有更好的投资渠道，那提前把钱拿出来用也是一种策略。第三动作，不要只盯着劳保、劳退和自由储蓄才是王炸。很多人以为有劳保就万事大吉了，其实这是个误区。劳保只是让我们老了有个基本保障，不至于饿死，但要过上体面的晚年生活，还得靠劳退新制和个人储蓄。尤其是劳退新制，很多人放着不管，也不知道怎么操作。我有个年轻一点的观众，虽然没有三高，但他很早就开始自提6%劳退。10几年下来，他账户里的钱加上投资收益，已经滚出了一笔不小的数目。等到他60岁的时候，他可以选择月领，也可以选择一次领出来当买房头期款。这就是前瞻性的眼光。大家要记住，最好的退休规划永远是多方并进。劳保年金是地基，劳退新制是墙壁，个人的储蓄和投资就是屋顶，三者结合才能建起一座遮风挡雨的坚固房子。特别是还在工作的朋友，更要记住，劳退自提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动作，而是决定您退休后能不能从温饱线跨进小康线的重要保障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劳保退休金是我们晚年最重要的经济支柱，但千万别一听说能领钱了就稀里糊涂跑去办手续，用错方法，退休金可能大幅缩水，反而弄巧成拙。只要掌握规则，通过最后几年的努力，把该补的补回来，完全来得及。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3步走规划，照着做，退休金就能8九不离10的一步50到55岁，上劳保局网站查询您的投保明细，看看最高60个月平均薪资是多少，还有没有提升空间。如果还有机会，想办法在最后这几年把投保薪资拉高。第二步，55到60岁，审慎评估身体状况和家庭需求，想好您是早领打折、晚领加价，还是正常领全额。用劳保局网站的试算功能，把60岁、65岁、70岁能领的钱都算一遍，看哪个总额对您最有利。第三步，60岁，处理您的劳退新制账户，不管劳保怎么领，劳退新制这笔钱满60岁就可以动用，是月领还是一次领，看您当时的资金需求，暂时不缺钱，让它继续放在账户里投资增值也是好选择。请记住，您的退休金，您自己不当回事，没人会把钱送到您手上，财富就藏在您的认知里，藏在最后这几年的规划和选择中。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点赞支持，也请分享给身边快退休或为退休金发愁的老工友们。想继续获得实用的理财养老建议，请您一定订阅慧点生活频道，也欢迎您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您的尝试和改变。您的每一个分享都可能点亮另一位朋友的希望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